这个玩命奔跑的男人叫做洛奇，他是一个不入流的拳手，职业生涯里一共历经了50多场比赛，但却是输多赢少。他一没有傲人的天赋，二没有坚定的梦想，所以他的生活可谓是浑浑噩噩。身为一个拳手，却在拳击台下抽烟，观众看不起他。好不容易打赢了一场比赛，可却被失败的对手嘲讽。没钱时，他会代替黑帮分子在外面收取烂账；等有钱了，就直奔酒吧买醉。这样的生活好似深渊，把洛奇牢牢地抓住，让他看不见一丝光明。但他却希望年轻人能看见生活中的美好。这天，他路过了一群小混混，他看见里面有个小女孩，于是洛奇将她一把拉出，接着给女孩烹饪心灵鸡汤。这么小就混日子，长大后没出息的。可惜女孩却不领情，还送给他了一个下流的手势。Hey Rocky. Yo.Screw you, creepo! 洛奇眼看就要奔四了，已经到了该退休的年纪。教练不止一次的劝他该放弃了，你打不动了。洛奇也在思考，是时候走下拳坛了。可这天在酒吧里，他无意间看见电视上的拳王正在做励志演讲。酒保说他就是个自大狂，但洛奇却说他是世界冠军，难道不应该骄傲吗？另一边，拳王的对手因伤退赛，这让拳王想到了一个主意，何不搞一场拳击秀呢？给那些无名小卒们一个机会，让他们来挑战自己。胜利的人会有15万美金，这样的噱头足以让人们疯狂。而凭自己的实力，面对那些垃圾选手们，根本就不会有失败的可能。最后他们找到了洛奇，拳王自信地表示，不用3个回合我就会 KO 他。洛奇自知实力悬殊，但面对高昂的奖金，他还是想要搏一搏。教练听闻此事，主动找上门，说要帮助洛奇训练，但洛奇却拒绝了。洛奇说，你一直没看好过我，如今却想来分一杯羹，赢了你会拿走提成，输了你也会赢得名誉，抱歉，我不相信你。之后隔着一道木板门，洛奇开始了宣泄。可就在教练离开后，洛奇却追了出来，因为他知道没人训练的话，自己的胜算只会更加渺小。距离拳赛开始还有5周时间，他不指望自己能够赢得胜利，但即便是输也要输得体面。于是洛奇开始了玩命般的训练。首先他要提高身体素质，那么奔跑是最好的方式。其次要提高挥拳的速度和重量，扎包感觉还是太软了。于是这个不要命的男人来到了屠宰场，像冻猪肉挥舞着拳头，从早到晚，日复一日，汗水从未间断。这个年仅40的男人对自己真的太狠了。你看他的早餐是这样的。5个生鸡蛋一而尽，之后出门锻炼，他见到了凌晨4点钟的费城。此刻在宽阔的街道上，除了他就只有垃圾车。而这时的洛奇穿着破旧的套头卫衣，一边慢跑热身，一边活动筋骨，穿过无人的大街，跑过曲折的小道，最后向着台阶上奋力冲刺，来到费城广场的正中央。这一早上的运动量真的不少。而在回到家后，女朋友想让他交作业，可他却拒绝了，因为在赛前接触女色可是大忌。于是洛奇匆匆离去，来到拳馆专心的训练。没成想有女孩找他要签名，女孩抛来诱惑的媚眼，可却等来教练的怒吼。Get out of here, women. We can lay. 不久后，洛奇的训练视频被电视台大肆报道。拳王的经纪人看到后，立刻提醒拳王：“你要小心这个男人，他是个真正的男人。”不过拳王不以为然，他说：“这只是一场秀。”还是那句话，不用3个回合，我就会把他打趴下。而另一边的洛奇却开始改变了初衷，他不想只当个体面的输家了，他从未如现在这般渴望胜利。而因为电视台的报道，也有更多的人认识了洛奇。洛奇依旧不管不顾，一心提高自己的体力和技巧，他会让人击打他的肚子，以此来提高抗击打能力。他还会变着法的做俯卧撑，来提高双臂和胸部的力量。训练没有白费。当再次面对这条长长的阶梯时，洛奇已然做到了一气呵成，和第一次的气喘吁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洛奇也感到自豪和开心，他高举双手立足在台阶上，仿佛在向这个偌大的城市宣告，他洛奇会让群众，会让拳王大吃一惊。很快时间来到了比赛前一晚，洛奇发现自己的海报出现了明显
显的错误。他对主办者说：“你们把我裤子的颜色画错了，它应该是白色的。”主办者不以为然，他说：“拳王的没画错就够了。”洛奇虽不甘心，但他没有继续掰扯，转身离开，内心里藏着一团火。回到家后，洛奇对女友说：“我一定要跟拳王打满15个回合，如果有机会，我还要赢下比赛。”到了比赛当天，拳王的出场方式极具夸张，正如他所言，在他的眼里，这不过是一场秀罢了。不过真的有人认为我会被洛奇打败吧？在反观洛奇，只有一道灯光陪着他默默登上拳台。在全场的欢呼声和街坊邻居为洛奇的祈祷中，比赛正式开始。第一回合，拳王不断挑衅，利用刺拳调戏洛奇。洛奇没有上当，稳扎稳打，一边寻找机会反击，一边进行灵活走位，这让拳王频频击空。于是他着急了，着急就意味着失误。看着拳王被击倒，全场嘘声四起，街坊邻居则拍手叫好。不过很快拳王就站了起来，他不再轻敌，他要认真了。面对拳王暴雨般的拳头，洛奇只能被动防御，但好在他的抗击打能力强得离谱，所以在拳王攻击的间隙中，洛奇抓住了机会，接着果断重拳出击，将拳王的肋骨打断了。不过拳王也不是一般人，他强忍着痛苦迅速反击，一记勾拳砸向洛奇的面门，力气之大险些把洛奇 KO。洛奇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下巴快要断了，但这还只是一个开始。第二回合过后，洛奇的鼻子被打断了。第三回合，拳王使出上勾拳，再次把洛奇击倒在地。教练大声呼喊：“别站起来了，够了，再打下去你会死的！”拳王也以为胜局已定，开始在场中炫耀起来，而洛奇却打了所有人的脸。他再一次站了起来，这一刻就连主持人都在感叹：洛奇到底为何而战，才能这样不顾性命？第5回合，第13回合，时间1分1秒的流逝。虽然拳王一直占据着主动，但体力也明显不支了。而洛奇即便节节败退，但还是苦苦支撑了下来。打不死的洛奇爆发了惊人的意志力，这让拳王感到了害怕。比赛还在继续，第15回合也是最后的一个回合开始了。打到了这个地步，能看出两人都已精疲力尽，现在拼的就是个意志力，看谁到底更想赢，看谁到底更有种。本以为只是一场秀，王者打青铜，3个回合都多说，不料现实打了所有人的脸，观众们开始高喊起洛奇的名字。声音入耳，洛奇再度爆发，一拳、2拳，拳拳到肉，拳王没了力气，只能被动挨打。比赛结束了，洛奇打满了15个回合，和根据点数规则，胜利的人还是拳王。但结果已经不重要了，全场高呼的名字是洛奇，记者争相采访的人是洛奇，征服了整个费城的人还是洛奇。当洛奇在凌晨跑步时，当他在击打冻猪肉时，当他一次次被击倒却又拼死站起来时，他就已经赢了，赢下了所有人的尊重，赢下了那个原本破碎的人生。这部电影名叫《洛奇》，堪称是励志片的鼻祖。主演的名字相信每个人都应该知道，大名鼎鼎的史泰龙。老弟建议大家上网查阅一下这部电影的诞生和其曲折，也建议大家看看原片，相信会带给你力量的。